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对，又是我们，还是我们。对，最近确实跟土拨鼠一起录的节目多一点啊。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去录一期新的节目，或者我们要做一次新的直播呢？主要就是朱雀3打完了嘛，现在朱雀3号首飞已经发射完了。那有好多朋友就在问我，那下面中国还有些什么可回收的火箭啊？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嘛，所以今天，是实际上啊，现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儿还趴着一个很快可能就要打的这个可回收的运载火箭，而且这次是，是一个国家队的可回收的运载火箭，就是长征12号甲。长征12号甲这款火箭，大家现在从屏幕上能看到，其实中国现在比较有发展潜力的、比较有可能能成功的几款一子级可回收的火箭，大概就是现在屏幕上放的这几个：长征12号甲、朱雀3、天龙3、引力2号，还有双曲线3号。这个朱雀3大家都知道是蓝箭的，对吧？天龙3就是那个把静态点火实验变成试飞的这个天兵。就是它。尽管它的有时候做实验不靠谱，但是它研制产品还可以吧，还嗯，可以吧。毕竟它的那个 CEO 是有的比较深的这个技术功底的，这个我比较熟悉。然后双曲线3，这也是一个从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出来的 CEO，这也有非常非常深的这个技术功底，它是星际荣耀这个。然后引力2号相对这个来讲呢，这是属于比较新的一家企业，是，我对它的也不是特别熟悉，但是现在媒体上炒的也比较热，所以也把它放在这儿。这是这几家。然后今天重点要聊的其实是长征12号甲。长征12号甲是中国叫做什么呀？上海航天八院，还不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是上是，海航天八院搞的一款这个一子级可回收的运载火箭。大家可能还记得啊，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曾经发射过一次，曾经有一款火箭进行了首飞，叫长征12号运载火箭。而且呢，当时的时候网上就是对这个长征12运载火箭做了很大的宣传，说这是中国当时中国就是叫做最大的光杆火箭。为什么这么说呢？它的这个心级的直径啊，它的直径是3.8米。看一下啊，就是左面这张图，长征12号运载火箭，直径是，是3.8米。那我们一般的运载火箭，像长征7号啊什么的这类的运载火箭，它的直径都是3.35米，长征2号 F 什么的都是，只有长征5号是这个5米，但是长征5号它不是捆绑嘛，它捆了助推器，所以呢，这些媒体人也是能发掘这个宣传点，对，就是中国最大的光杆火箭。当时就是带领了一波这个互联网的热度、媒体的热度，说这个长征12号的发射。那现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可能很快就要发射长征12号甲了。然后，呃，怎么说呢？实际上，大家可能不知道，长征12号和长征12号甲，大家都以为是同一系列的产品，可能是，差别不是很大。但名字很是像嘛。从是对，但是从本质上来讲，这两个东西差的其实是远远超过你的想象的。所以今天就是想跟大家来聊聊这件事儿的。是因为现在民营火箭已经飞过了，那么国家队的压力就会变得很大，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头，把这一款原来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发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下日子的这个火箭，跟大家好好的讲一讲。行，基本上是这样子。其实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比方说一款火箭命名长征2号、长征3号、长征5号、长征6号，然后这是大系列了，这是大系列了。一般来讲，我们命名的时候，比方说叫长征2号，那它可能是
比如长征2号，它的新级就是以东风5导弹的1子级好吧，为这个核心来开始研制的这款运载火箭。这个没事儿，这是网上公开的，就是以东5导弹为这个核心，然后这个研制的。而像是长征2号，比如这个，我们看右面这个图，右面这个图就是我们发射载人飞船啊这类的用的长征2号 F 型运载火箭。它除了这个新级，就是长征，我刚才说了，长征2号火箭的新级是东5改的。那它的这个4个助推器呢，它其实也是拿弹道导弹改的，它是拿东3弹道导弹的1级改的。好吧，等于4个东风3捆在一个东风5上，然后大家就这个天宫号这个就上去了。它其实是这个改的，所以东5导弹直径是3.35米，东3导弹的直径是2.25米，等于从这2款导弹就发展出了中国运载火箭的2个直径系列，一个是3.35米系列，一个是2.25米系列。那3.35米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就作为中国的火箭的新级直径的一个主系列，然后固体火箭助推器的这个2.25米这个液体火箭助推器的2.25米这个直径系列呢，就变成助推器这一块东3这一块，可能就这样。所以有了这个系列之后，那我们现在看，像左边这个叫长征2号 C 或者叫长2丙这个运载火箭和长2丁运载火箭，它基本上它的1级相差是不大的。1级的几乎是一样的，然后它2级相差也不大。长征虽然它是2个研究院研制的，一个是航天医院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还有一个是航天8院，但是它2级相差也很小。然后不太一样的是长征2号丙、长2 C， 它有3级。一般来讲，长征2号 D 的没有3级，一般情况下长2 D 没有3级。所以我们能看啊，这个长2 C 和长2 D， 它都叫长2，我们基本上可以觉得没有什么，应该是一个系列内的。这个并不是感觉很惊讶。待会儿我们看一下长征12甲和长征12的差别有多大。是。再来看，另一种这个就是同一系列内的变形，就是像长2 C 变到长征2号 F， 这等于是给它捆了几个助推器。所以呢，它的新级还是同一系列的，所以我们也是把它归为同一系列。然后下面这一个命名就实际上是非常有意思。咱们先不说这个吧，咱们先看这个吧。然后现在大家从屏幕上看到的呢，左边的这个叫长征5号运载火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胖5。右边那个呢，对，是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一般来讲，大家可能不太容易区分出来，从外形上看不出长征5号和长征5号 B 有什么区别啊，只能看到好像长征5号比长征5号 B 稍稍高了一点。其实在我看来，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应该叫长征5号的基本型，而长征5号运载火箭应该叫长征5号 B。为什么呢？我们先来说现在正式叫的这个长征5 B 的这款火箭啊。这款火箭它和前面的像长征2号 C 啊什么的都不一样，长2 C 是一款3级火箭，长2 D 呢是一款2级火箭，主要是2级火箭。那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它是一款1级半火箭，我们一般叫1级半火箭，把这个4个助推器作为半级，然后把新1级作为1级，它只是这1级半就能够把载荷送入轨道。所以它一般执行的是低轨的这种载荷发射任务，这是长征5号 B。那长征5号和长征5号 B 有什么区别呢？长征5号实际上是在长征5号 B 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上面级，也就增加了2子级，增加了一个使用液氢液氧燃料的2子级，来作为这个火箭的，就是像更深空发射载荷的这个动力源。所以长征5号 B 是用来发射近地轨道的。
而长征5号火箭一般是发射高轨道的，发射比如像是什么嫦娥呀什么的，就可以用它来打，就是用长征5号打，不是用长征5号 B 来打，是，基本就是这意思。所以你这么看，就是我们把这2款火箭放在同一系列内也没有问题，是吧？对，那它这个名字倒置是有什么原因没有？那个就不清楚了，不清楚那就不清楚了，因为它可能最开始研制的时候是想研制一款深空火箭，然后呢，发现呢取掉这个上面级以后，它还能用来发射低轨，而且呢发射低轨的时候载荷能很大，25吨嘛，所以的话这等于就是减配的。一般我们其实是增配，但是它这个研制过程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减配型的，对。然后咱们再看这个啊，这个现在的左边这个是长征7，右边这个是长征8号，这2款运载火箭，其实长征7号运载火箭它也有点像这个发射这个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你看它也是一个新1级，然后捆绑了4个助推器，是吧？长征8号呢，它是有新级，然后它是捆绑2个助推器，还有一型长征8号它是不捆绑助推器的。但是大家要知道，长征8号运载火箭的新级和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新级是一样的。是一样。那它有2号。对，长征8号运载火箭的助推器的型号，单个助推器和长征7号的单个助推器的型号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呢？不一样的是，第一个，长征7号一般就是捆绑4个助推器，而长征8号它等于捆绑要么是0个，要么是2个，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是在二子级上，长征8号运载火箭它使用的二子级是使用氢氧发动机的二子级，而长征7号运载火箭它使用的是液氧煤油发动机的二子级。所以长征7号一般是用来发射这个近地轨道的载荷，因为氢氧发动机的比冲高，而煤油发动机的比冲低，所以长征7号相对来讲它推力大，比冲低，它更适合发射低轨载荷。而像长征8号这样的推力小、比冲大的，它更适合发射这个高轨载荷，一般是这样的一个用途。像我们一般也用长征7号运载火箭来发射去往天宫空间站的天舟号货运飞船。其实长征7号运载火箭对天舟号货运飞船，其实长征7号运载火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一直没有实现。它本来是想取代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而成为新型的这个送宇航员进入太空的去空间站发射神舟载人飞船的火箭。因为它使用的是液氧煤油燃料，而长征2号 F 使用的是 P2 甲肼四氧化二氮，所以液氧煤油算绿色环保的燃料嘛，所以实际上长征7号运载火箭是更适合用来执行载人发射任务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载人版的长征7号运载火箭出来。这个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不过我们也能看出来，就是说，虽然2款火箭使用都是就是一级助推器都是同一型号，按理说它们应该也属于同一系列，基本上就像长5 B 和长5一个研究院出来的。对，但是它就给分配了2个型号。分开了，对，它就给像你们是不是就是分开了，就算是2个不同的独立项目，然后有2本账、2个预算就可以分开了？对，2个运营团队，完全的2个运营团队啊，对，2本账，两笔经费，2笔经费，这个就让我想起在医院里头经常告这个胸外科1科、胸外科2科这种事儿，就是他妈的有一个副主任现在涨上来了，然后你要不给他升主任呢，他他妈就跑了，说算了，咱们就胸外科1科、胸外科2科吧，他干这种事儿。对，原来我可以这么说啊，就每个型号能对应2个局级干部，最少是2个吧，2个局级干部，然后一堆副局级干部，还有下面的自然也是每个型号没有一个这个就可以对应出这样的一些
管理人员来了。是，所以这个里边除了技术和经济之外，还有政治。常务 B 说过了，说过了啊。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神奇的长征12和长征12号甲。首先呢，长征12和长征12号甲都是位于上海的航天8院搞的。在航天科技集团也能够研发运载火箭的，就是2个研究院，一个是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还有一个就是上海航天8院。那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相对应的，它的产品就比较多，它是主要的，这中国运载火箭研制的主力，像长征2号、长征3号、长征5号、长征7号、长征8号啊、长征11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的。然后上海航天8院呢，除了刚才说的长征2号 D 以外呢，它还有长征4号运载火箭。以前有的时候大家也能看到那种发射，那长征4号那是上海航天院研制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长征12，去年2024年11月份打的。还有就是这个长征12号甲了。然后长征12这款运载火箭本身呢，它是一款2级入轨的一次性使用的中型运载火箭。它这个火箭的高度啊是62米。它要比长征7号、长征8号这样的火箭要高。长征7号、长征8号的高度大概53米、54米左右。那长征12明显要高多了嘛，它62米了。另外呢，它的直径也要大多了。长征7号、长征8号的直径都是3.35米，而长征12号达到了3.8米，就个头要大多了。所以它的起飞重量呢，433吨。它本身它的一子级安装了4台液发100这个液氧煤油发动机。你像这个长征7号运载火箭，它是不是长征8号吧？长征8号运载火箭它不是说是一个芯级，然后捆绑2个助推器嘛？它的是这意思。长征8号运载火箭它的新1级是装了2台液发100发动机，然后它的每个助推器上装了一个液发100发动机，所以它总共是4个液发100发动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而长征12号因为它的火箭的直径达到了3.8米，所以它就可以直接把4个这个液发 100K， 就是液发100的升级版，你可以理解为液发100的升级版，直接都装到它的新级上了。这就是这个就是长征12运载火箭新1级这一块。而且我要多说一句，未来中国准备执行载人登月任务的这个长征10号运载火箭，将来也是要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上所使用的这个液发 100K 发动机作为它新1级的主发动机的。这是这样的。所以因为整个来讲，实际上长征12的这个设计思路，如果我们不考虑一子级复用这一块来讲，它是融入了大量的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火箭总体设计思路，就是比较粗的一个芯级，然后呢，这个底下安装尽量多的发动机，然后来这个实现发射。所以最后长征12号运载火箭它的起飞重量可以到433吨，猎鹰9号火箭的起飞重量大概是550吨左右，比猎鹰9要稍微小一些。然后呢，它因为一子级不回收，所以它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还是可以的。比如像长征12号运载火箭，它200公里高的轨道的运载能力就可以到12吨了。这是长征12号运载火箭。刚才也说了，记住啊，长征12号运载火箭的新1级装的是4台液发 100K 液氧煤油发动机。同时长征12号运载火箭它的2子级装的是2台液发115液氧煤油发动机，就是上下都是液氧煤油，然后呢底下的是4台，上面的是2台。大家要记着一点啊，我这儿再强调一点，
液氧和煤油燃烧的时候，氧和煤油是有一个特定比例的，大概3点几吧，可能氧气是3点几倍，然后煤油是这个1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长征12甲，对，长征12号甲，长征12号甲号称也是长征12系列的一款运载火箭，它的直径也是3.8米。但是奇怪的就是，长征12号甲安装的不是液发系列发动机。所谓液发系列发动机，它是什么？它是航天6院在西安的航天6院研制的发动机，就等于发动机是国家队研制的。这是长征这个12，它是一子级，用的是国家队的发动机。那长征12号甲，它的一子级用的是一家民营的航天企业。叫做九州云舰，叫九州云舰的这个云龙发动机，而且呢，它是一下子安装了7台云龙发动机。它这款云龙发动机的话，它的推力是100吨，海平面推力大概是100吨，这一点和朱雀3上所用的这个天阙12B 发动机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说推力上2款发动机几乎是相同的，但是朱雀上是一下安装了9台，因为朱雀3的直径更大，朱雀3的直径是4.5米，所以它能装更多的发动机，而长征12甲那它的直径只有3.8米，所以它只能装7台云龙发动机。另外从这个起飞重量算，现在呢这个长征，我刚才说了，长征12的起飞重量大概是433吨，长征12号甲，我估计，因为现在没有给出准确的数据，但是我估计它的起飞重量大概能够到530吨左右，大概能到这样的一个水平，就比长征12号要大很多了。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一子级回收的情况下，长征12号甲的这个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能就能够接近12吨。就是长征12是一子级不回收，它只能打12吨，而长征12号甲一子级回收，它可能也能达到12吨。差别是这样，当然它要比朱雀3还是要差一些的，比朱雀3还是要差一些。长征12甲它的发动机就不再是煤油的了，是吧？对，它是这种这个这个什么呀？长征12号甲用的这个云龙发动机，它使用的燃料也刚才可能忘了说了啊，燃料也从原来的液氧煤油变成了液氧甲烷。液氧甲烷的这个燃烧比，大家可以就清楚了，基本上应该是1:2这么个水平嘛，对吧？就是一个甲烷大概一个体积的甲烷大概要烧2个体积的氧气嘛。大概是1:2，但是液氧煤油完全不是这比例，所以如果我作为一个火箭的设计师的话，我就会发现，虽然我们都叫做长征12系列的，但是你那个是烧煤油的，所以你的这个燃料注箱的体积比啊，液氧注箱的体积和煤油注箱的比例和我这12甲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是底下装的发动机的数量。也是完全不同的，这对我一个设计师来讲，等于你那儿的图纸上我没有任何可借用的，没有任何可以借用的部分。可能除了外面的壳差不多，其他都没有任何一样的地方了。对，然后从控制系统上，因为这个控制有很大一部分是发动机控制，你用的发动机都不一样，那也完全不一样。这也完全都不一样了，一个新问题了。像刚才7和8就是很相近的两个火箭是开了2个不同的号。现在呢，我们可能这2个12和12甲呢，就从头到尾就都不一样，但是呢，他们都塞在12里头，这是咋干的呢？然后我还没说完呢，然后发射装置也完全不一样啊。因为它本身你推进剂都不一样，我的加注装置肯定是不一样的呀。是，所以这2款的话，等于基本上完全没有可借鉴性，完全没有可借鉴性。
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然后竟然把这个这两型火箭，让我看来就是说，比方说一个叫长征12，一个叫长征16，可能更合适哈，都合适一点，对，可能更合适。对对对，但是没想到这两个竟然给放到一起了，大家不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吗？这个是不是就像是我们比如干一个活儿，有一个是他妈的正式员工，另外一个是合同工啊？对，差不离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我觉得啊，就是说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像这个不管是武器还是说是什么火箭这类的东西，都是国家会批准它一个型号，一旦批准了以后，等于正式在国家这儿就立项。你像你能叫做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就表明你在国家已经立项了。那在武器上也是这样。你比如像我们现在在网上都在说这沈飞的这个歼35，大家如果对军事比较熟悉的话呀，肯定就知道这个歼35能发展到今天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的。在早期的时候，这个歼35并不叫歼35，它叫 FC31，它叫 FC31，FC 这个代号。其实就是航空集团内部的一个自己筹款的研制项目代号。你比如成飞也用过这个代号，叫 FC1。FC1 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那个枭龙战斗机，在巴基斯坦叫做 JF-17，那是等于巴基斯坦出钱，然后成飞自己出钱，然后研制的这款机器。这款战机，但是它一直没有获得国家的正式的给它列装的一个正式的代号，所以它不能叫歼17，不能叫那什么的，它只能叫做 JF-17，叫枭龙，叫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叫歼多少，所以就最后出口巴基斯坦了。中国军队也没有装备。那像沈飞的那个 FC31，就是说明那是沈飞自己筹钱在研制，一直研制到差不多了，最后中国看着军队看着行，好，我决定这个给你立项，所以变成歼35了，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火箭也是一样。如果要是比如它不能够进入立项的话，那它可能用一个其他的火箭代号，像是什么长征火箭，他们就有类似的这种，叫一个自己再起个别的名字的火箭代号。但是为了能够进到国家立项的这个团队里，那他可能会采取一些变通的手段吧，所以。这很可能就是为什么长征12号甲和长征12有这么大的差别的原因之一。是，所以它相当于是一个混版号的，像我们在这个游戏圈里经常这样，就是改吧另外一个游戏了，但是你要申请一个新版号的就很难。说算了，我拿着原来那版号接着干吧。有点类似，有点类似吧？但是原来等于这个版号下头是有这个一整套的手续，甚至还有预算，还有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就在那儿挂一下啊，咱们就上吧。对，基本上应该差不离就是这意思。所以大家要知道，本质上讲，长征12和长征12号甲完全是两个东西。是。对，我刚才看有人在那说这个使用煤油的都是垃圾，这个不能这么讲啊，因为现在发的最多的猎鹰9就是个煤油火箭。这是什么人在这儿说这个话呢？我觉得你这个属于卸磨杀驴吧，别的不说。就煤油火箭此前的几十年的火箭的发展，不就是靠煤油火箭发展起来的吗？是。所以你这种评价没什么意义。我觉得你去嘲笑这些以前的人这些成果，实在是太没有意义了。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对于我来说，印象里就是煤油火箭最后回收下来都是黑黢黢的，那么猎鹰9回收回来都是黑黢黢的，像新哥伦回来以后就干干净净的。
那也比固体火箭好。你别忘了，实际上那都是你那个成长的过程中所有的经历。你能说你自己成长过程中的那些，你以前的时候，你他妈的连走都不会走呢，你光会他妈爬，你爬是垃圾，是吧？是这种人。这个咱们就不管他们了吧，咱们继续。对啊，对。小西哎，西我最近的就是说嘛，还看到一五星5号也是个没意义。这个问题啊，我想询问一下，是这样，他们说这个所有回收火箭下面的这个发动机都是数量比较多的，而且呢是，很多都是单数啊，要么是7个呀、9个呀，对吧？就算是这个马斯克的超重，对吧？下头是33个，它这个第一个数量比较多这个事儿我能明白是为什么啊，因为它最后需要控制推力。对吧？它这个东西不能无限的被它关小，对吧？你需要去控制这个东西，而且需要控制方向，需要做矢量的调整，这个我能理解。但它肯定都是单数嘛？肯定是单数啊。你尽量是要做到单数啊，尽量最后比方说留1台或者3台发动机这样的来工作呀。啊，你还是得算的这样的，就是像极端情况，就是假设我们就想简单点的，不考虑像星舰那么大的这个舰体，就是像009，像这个什么似的，这个长征12甲这样的，你最后降落的时候极端状态，你就是剩1台发动机工作了，是，就是剩1台发动机，这样的话你才最好进行姿态控制。你要是2台的话都不好做平衡。因为是3维的，或者你就是3台发动机好做平衡，像星舰那样的3台发动机好做平衡。如果你只要是双数就不容易平衡。还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对，对。是。那么我们下一步有哪些这种啊？刚才咱们讲了一下，就是这些咱们准备在国内放的，可回收火箭。对，但是实际上你看到有一个问题，咱们的这些火箭同质化非常明显。你不管怎么说，你看009号火箭和辛格伦火箭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像支腿数量，辛格伦火箭使用的是6个支腿，009使用的是4个支腿。咱们这个的目前的这个状态，先看最左边这2个，长征12号甲和朱雀3这2款火箭，比较典型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它们都融入了比较多的这个009的成分，但是也融入了一部分辛格伦火箭的成分。主要的就是，这个图太小，咱们看不太清楚。如果大家自己在网上去找图去看的话，你就能看到，不管是朱雀3还是长征12号甲，它在它的一子级靠近尾部的这地方都有一个边条翼，这是和这个辛格伦火箭的1级是差不多的，等于我们都融入了这些相应的一些别人的成功经验吧。别人的成功经验，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就是看的这么多一子级可回收火箭，但是看不出太多的新意了，真的是看不出太多新意了。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大家再仔细去对比一下啊，如果你真的是拿出去对比的话，能看到我们火箭的这个支腿的一子级上这支腿罩的长度明显要比009号一子级这个支腿罩的长度短。这个说明我们的姿态控制系统进步了，因为你支腿罩越长，说明你打开的时候展开的那个宽度就越大，你降落的稳定性越好。你的这个越短，那你降落的时候你的稳定性越差，相应的你的控制能力就要越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这支腿罩短了，说明我们对一子级的控制的能力也更强了。是，这个引力2号上头为什么没有国旗呢？那谁知道？
他这只是个别人都是有国旗的。基本上差不多是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些火箭应该也都是在现在等于是朱雀3刚发完了，那么下一个应该就是长征12号甲，已经在准备了。长征12号甲现在已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了。长征12号甲，然后天龙3，说句实话啊，天兵的那次实验实际上对他自己那家公司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第一个，他不能再在巩义进行静态点火实验，他得到海上去了，而且对他后面的实验的进度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网上那些为这个天兵洗地的可以洗洗睡了。天兵3最快可能明年上半年能打吧，天龙3是最快了。引力2号我不太清楚，双曲线3目前也比较。我觉得进行的也算比较顺利。如果快的话，明年上半年可能也能打。现在他们应该都已经完成了10公里的蚂蚱跳了吧？引力2号我忘了，其他的应该是。然后70公里的等于是长征12号甲是做过，但是没成功。对。然后朱雀等于是直接入轨了，然后回来的时候，最后失败了。对。说到这个朱雀这失败这个事儿，我还要跟大家道个歉啊。昨天和老范做直播的时候，然后我当时聊，因为当时刚刚发射完嘛，然后我看到了一个这个飞行时序，然后呢就是跟大家聊。借着这个飞行时序聊，按照他的那个飞行时序呢，朱雀3在1、2级分离之后，那么1子级要经历3次的点火，第一次叫做 boost back bend，就是等于做一个空中翻转。然后呢，我理解有这个空中翻转的话，那它就是飞回发射场附近。然后第二个呢是 re-enter bend， 这就和其他的火箭没什么区别了。最后一次是兰丁bend，这就没什么区别了。这关键就是有没有这个 boost back bend， 如果有的话，它就会1、2级分离之后，然后就会在空中做一个翻转飞回去。那后来现在进一步详细的这个飞行时序出来以后，我发现它是没有这个 boost back bend 的。所以的话，那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它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009号火箭发射星链卫星的时候，火箭1子级最后落到回收船上的这种方式。它是等于1、2级分离之后，那么小调整，让这个尾部就火箭的姿态由头部朝前变成尾部朝前，然后再入大气层，然后这个在兰丁bend，最后在这个着陆点着陆。大概是这样子，并且我也看到了一个图，就是说着陆点的最后朱雀3 1子级的着陆点可能离发射点大概有300到400公里的距离，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它应该不是这种叫做返场回收，它叫做航区回收。现在它叫做航区回收，那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要跟大家报个歉，我当时的信息掌握不准。对，但是即便是这样子，我们也能够看到，最终朱雀3的1子级是飞回到了预定的着陆点的附近，然后呢，才等于最后在兰丁bend的时候才出现异常，结果最后解体了。它还是要比新格伦火箭首飞的时候，那么在这个enter bend之后不久就和地面失联，表现要好。还是表现要比这个新格伦火箭这个首飞的要好，大概就是这个事儿，跟大家稍微道个歉，解释一下。是。其实我觉得像刚才你讲到这个同质化的问题呢，可以给你稍微补充一个，就是咱们做 AI 大模型的故事。中国这么多厂商在做 AI 大模型，其实基本上最早的一批都是以这个ChatGPT 2的这个开源模型开始去抄的啊，就是我们拿人家那个模板就开干，所以长得都差不太多。后来呢是Meta 开始做 Llama 1、Llama 2、Llama 3这些开源模型，然后国内的这帮人就开始疯狂的去跟进了啊，然后到这个
后面说我们已经可以把这东西做的差不多了以后，然后再说各自的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包括像 DeepSeek 啊这些，再开始做新的变化。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没有实验成功之前，就是同质化往前卷，卷完了以后，等卷成功了，然后再百花齐放，再分支分叉。所以我估计应该都是这样一个路子。那就你就怎么看了？就是我的一个说法就是什么意思？这个辛格伦就可以不走同质化的路嘛，是吧？这辛格个伦就没有是，去走同质化的路嘛。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咱们卷。对，主要还是大环境造成的。如果对，要是大环境更宽松一些的话，肯定也不用那么卷。其实我就知道这个，最少我知道在这个双曲线3上，当时这个回收的这个形式，我们也论过一些其他的形式，但是不敢冒这个险。是，我们就是不要敢冒这个险。更内卷一点。对，这个没办法，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现状，就跟是啊，长征12号和长征12号甲完全不同的2款火箭，非要在一个系列蹭下面，其一个号。实本质概念对，本质概念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其实是差不多的，您觉得呢？是是是。但是这个，哎，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呢，虽然有很多的型号，很多的这种技术参数，但是我们俩今天讲的其实不是技术，我们俩今天讲的是这个很多这种比较怎么说呢，是各种的研发机构里的无奈，对吧？我们今儿实际上讲了很多这样的这种研发组织机构，或者是研发组织架构，这个包括这种预算分散的这种形式，然后包括这个型号审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今儿讲的不是技术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对对，听着好像是在讲技术，其实是在告诉大家的一种无奈。这种无奈和这个不可抗力其实是同一个无奈。是，就是我们因为不可抗力不能发，因为不可抗力不能发，然后也没解释为什么这个朱雀3就发了。对，其实很多人还在说那不可抗力，我想这么着说一下啊。如果这个不可抗力发生之前，你看，比方说写合同什么的，因为不可抗力这类的，是因为我不知道是地震了，是水灾了，是下雨了，是打雷了，是什么样了，所以对我没法给你全列，我笼统的说一句不可抗力。当对这件事儿已经发生了之后，你比如说朱雀3推迟了，有人非说那个不可抗力是天气原因。当它已经发生了，那是天气原因，我已经知道这次造成的这推迟的是天气原因，那我就直接写天气原因就完了，我干嘛还写不可抗力？这只有在发生之前我那么写，当那个发生之后我还写不可抗力，那就是不可抗力。这个应该这么讲啊，就是发生之后还写不可抗力的意思叫不可说。就是叫你懂的力。就是这个事儿不可说，是发生了，但是不许说。然后大家就直接就心里懂，其实你讲叫不可抗力这件事儿呢，他把它作为一个新闻稿发出来，实际上就已经是带着怨言了。对，那明显是带着怨言了，非常非常的怨言了。但是就我不愿意为你这种去找理由了。对，事主都没说，那别我们说啥呀？受害最深的人都没说，是吧？是，所以在中国做火箭也好，其实只要是大型的这种研发吧，都是需要考虑政治因素的，或者需要考虑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在里面，不光是商业上的和技术上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个。对，而且大家还要记住一点啊，就是所有的这些，包括咱们看到什么朱雀3、天龙3啊、双曲线3啊这些的，虽然他们是号称是民营的，而且它的火箭里面很多的这个分系统啊，或者说零部件啊，已经它把这个供应链给捋顺了，可以不依靠这个国家队。
但是还有一些核心部件肯定是要依靠国家队的，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就像咱们那会员节目里也曾经聊过这个也讲过这个御空己的这个事儿嘛，一样，你的那些，这里面就是说你一个火箭它可能是几万个部件。这里面有很多是很关键的部件，这些部件你不可能在地面上都找到，就是航天系统外的这个供应链。航天系统构造这个供应链，从中国刚开始搞火箭开始，几乎是从中国刚刚开始60年代开始，一直构造到现在。他们当时有什么需求的时候，等于就是国家出钱，甚至给你建个工厂来给你建这个东西。这些东西很多你在市场上是根本就没有，就是在市面上你是根本就没有市场的。他们能活下来，就是靠国家的支持。这些东西，所以不要想的那么远，你脱离不开这个大环境。是。我看有人在问啊，说什么时候华为、小米会造火箭？这个事儿呢，大家就别想了啊，因为呢，我以前的那个老板叫徐明啊，就猎豹移动的 CTO，他呢是出去造卫星去了，就是现在的银河航天，现在的中国低轨道通讯卫星的第一大公司就是他。年初的时候，习大大建一堆的企业家嘛，雷军坐前头，他坐在雷军后头。他算是，因为他跟中国移动合作的嘛，所以现在发射的最多的都是他的。我当时去跟他聊过，我说这玩意儿咱们一个民营的项目，对吧？他当时拿的美元的投资，我说这事儿行吗？哎，他说你不懂，说这个事儿啊，这个造卫星国家是不太管的，但是造火箭这事儿就不行了。你说我们如果自己想募点钱造火箭，这是不行的。造卫星这事儿没人管你，包括地面站，就是说我最后接收这个东西。你都可以自己去做去啊，这个事儿是没人管你的。但是火箭这个，像刚才咱们讲了嘛，那火箭底下塞的是一个东风3，对吧？旁边捆的是东风5，那这玩意儿他妈怎么可能让你这个自己就去造去？现在我们能够摆在这个图面上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就航天部的一帮人出来去做的东西，就基本上都是国资，或者它里头有一部分是国资才能干这个活。像华为、小米这种东西啊，平时在互联网上吹牛逼呢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真干这个事儿，差8条街呢啊！他们这个拎着猪头都不知道上哪儿找庙门拜去，我告诉你，所以他们没戏。哎，他最简单的办法，我跟你讲，像华为、小米造个毛线火箭，最简单的办法往这个你看哪个民营火箭公司，你觉得有投资价值，往里投资就完了，投钱就完了，对。而且像他们投钱，一般都还不能是领投，你往里投钱就完了，他跟投是可以的。人家当然已经投过了，这都多少轮了？是，这都多少轮了啊？不，就每轮都要有领投方，每轮都要有领投方。你像这个谁，朱雀3这个，他们好像第一轮是那个谁，北极光投的，但是呢，也是北极光的人民币基金，就是它实际上后边都是国资。这我就不知道了，当时是不是好像李书福还想投呢？我知道，就李书福好像还想投呢。这个有人问说，主播如果给朱雀3发射打分，会打几分？我觉得如果要给朱雀3打85分、80分，肯定有。是。像朱雀3这种，就是真的有可能再发一次就能成功的，我感觉。再发一次稍微再发一次的话，我估计50%吧，50%的成功率。要再发2次的话，可能就能70%、80%了。是这样的，这个咱们等中国的这个就是可回收火箭能够正式的批量投入使用吧，这个就不会是 SpaceX 一家独大了。但是你刚才也说了，就是说搞卫星，国家都还是比较支持的，火箭是被严管的，是，所以
差别是这样吧，你就想一想，大疆如果不是个香港企业，如果是个国内的企业，它会怎么样？它是，但是大疆其实它的总部是在深圳的。他之所以跑到香港去，一方面是他是港大那边学出来的，就是他的老师是香港，然后另外一块的话是，他可能有一部分的那个资金是在香港啊，但是他的整个的人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在国内，他就有点像 VIE 似的那个东西。对，但是不是这个？我觉得你不用再多解释了，实际上就是这意思。你觉得管理起来是对火箭管的这个更严格，还是对无人机管的更严格？无人机相对来说还是当玩具使的嘛，但是现在也是越来越严了。对对对，所以火箭那再一步，导弹呢？带战斗部的导弹呢？不，你说现在咱们看的这些玩意儿，哪个塞个大炸弹上去不是导弹啊？对啊，这些可回收火箭，我就不回收，我扔你那不就完了吧？我不是这个意思，老范，是我告诉你的是，我在这些火箭公司，如果没有国家的批文，我想把它往里放炸弹，我都得自己想办法做炸弹。是这个供应链在哪儿呢？是，所以，哎呀，对这个，现在还有人在讲说，你看这个俄乌冲突，最后要靠什么？叫刷大火箭。这个刷大火箭是这个直播里的一个术语啊，就相当于是观众打赏。但是你看俄乌冲突最后靠刷大火箭。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啊，最后也得靠刷大火箭，然后这个，所以未来的战争就是刷大火箭，所以谁家的大火箭刷得好啊，就是未来比较厉害。哎呀，这些人，我说句实话，我觉得他对军事啊，对这个火箭导弹啊，门都不摸，真的是门都不摸，就在这块儿。怎么说呢？胡说八道吧。不，这就属于开心嘛，对吧？特别像伊朗跟以色列两国家压根儿不挨着，你说你不刷大火箭，你能干嘛呀？是啊，哎，对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想起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可回收火箭呢，都是一根棍儿，这个不带捆绑的吗？不是啊，那个重型猎鹰不就是捆绑的吗？重型猎鹰是捆绑的吧？对，像这个双曲线3也有啊，也有捆绑的啊。到时候你先把这根棍儿是成了，然后你再去把它的一子级改成助推器捆绑在它两边啊。那像重型猎鹰回收的时候是一起都回来吗？它是这样，原来的时候原来马斯克是重型猎鹰火箭，它是捆绑方式，它是中间是心级嘛，然后旁边再捆2个一级，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做助推器。原来回收的时候是3个都回收，但是实际上啊，真正在火箭飞行的时候，按照飞行时序，可能飞到50公里、60公里的时候，2个助推器就先分离，然后助推器回收了，然后飞到大概100公里。这个新级的这个一级才分离，然后才回来。这种方式就会造成第一个回收新一级的回收难度特别大，控制难度特别大，经常失败。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为了让它能够回来，你还要留很多燃料，会严重影响火箭的发射推力、载荷的携带能力。所以目前 SpaceX 就等于一般不再回收新一级的这个火箭，它只回收2个助推器，就是2个50公里分离这个我就回收了，飞到100公里的这咱就别费劲了，直接把东西推上去完事儿了。对。好，基本上这样。基本上我也搞明白了，对，那么多，我能拿到广告费，能的，对。
好的，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算是跟大家讲了讲这个通过命名吧，讲了讲这个火箭研发中技术之外的故事啊。那么我们也期待这个长征12甲的发射啊，等它发射，如果能够回收，甭管回收成不成功吧，我们再来跟大家还原说这个长征12甲到底发射成什么样了。对，可能也是这么 OK 半个月的时间之内吧。对，希望如此吧。现在长征12，我觉得啊，可能时间还得再长一点。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连连朱雀3的首飞都看不到。如果长征12很快的话，好吧。OK， 就是如果它好吧，这我们就不能细讲了啊，这个就不能细讲了。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对，大家自己悟去，大家自己悟去。是。对，大家自己悟。我已经是对这个自己悟。有嫡出有庶出啊，什么他们之间还是要稍微的有一点点小矛盾的。对，好吧。好，那差不多到这里。你看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了，咱们就差不多了，跟大家再见吧。那么再见，感谢大家的陪伴。拜拜。